生活不易，爱宝叹气。爱宝从兮兮到不兮兮，只需要一个熊孩子。上一秒爱宝还面对游客喜笑颜开，下一秒被突然出现的灰宝咬了一口，他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，就连眼神都变了。不带娃时的爱宝优雅美丽，整天都笑呵呵的，现在需要同时带2个废头子，把爱宝磨得也是没脾气了。以前爱宝虽然很爱福宝，但打的时候也是真动手。现在爱宝熊到中年，脾气也开始有所收敛了，都不怎么动手打孩子了。灰宝很调皮，和福宝一样喜欢挑衅妈妈，抓一把血就往爱宝脸上抹，而且连抹了3次，爱宝都没还手。瑞宝这个小棉袄现在也开始漏风了，经常咬住妈妈的脸使劲扯，把爱宝美丽的大脸都扯变形了。还有一次，瑞宝咬住了爱宝的耳朵，一直扯着爱宝走了好远，爱宝依然没有动手。而且瑞宝、灰宝平时也喜欢互相打骂，爱宝每天都有断不完的官司。看到他们2个打架，爱宝在一边不停地叹气，然后转过头用手轻轻搭在他们身上，这架势真的特别像是在劝架。此刻爱宝就差说2句别打了别打了，他俩还经常把战场选在爱宝的身上。爱宝趴在那里又震惊又一脸的无奈。带娃疯魔后的爱宝现在也玩起了抽象。这天瑞宝从木架上飞速经过，爱宝想抓却没抓住他，但在这个位置以爱宝的土豆腿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。不知道爱宝是为了掩饰尴尬，还是为了掩饰腿短，他竟然躺在地上抱着木架，贴着地皮向前挪动，真的要被爱宝这一举动笑死了。其实爱宝平时也很搞笑，只不过他长得实在太好看了，所以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他的脸上，就忽略了爱宝的搞笑属性。里台的二姑奶奶又开始搞事情了。二姑奶奶仅凭一己之力就让自己喜提家徒4壁。大家都知道喜乐有一个木质的躺椅，虽然平时她很少躺在上面，更多的是用来当做小餐桌。然而就在前几天一个无聊的夜晚，二姑奶奶大晚上加班给她拆了，而且还是拆得稀碎的那种，咬烂的残渣遍地都是。于是小躺椅族，即便二姑奶奶搞了破坏也不会被批评，因为老冯不敢批评她。二姑奶奶不仅能把老冯挂网上，而且她还会叉腰骂街。就在外边还挑了干嘛呀？反正是不能吃的。刚才我说那能吃吗？然后当时那天我也没有冲我喊了一句，我说对骂我，他回头冲我乐了一句。我靠！当时心里就炸了。我说这家绝逼在骂我。看样子老冯被二姑奶奶骂了，他还挺得意。而奶妈针对喜乐拆家的态度就更没得说了，话里话外甚至还听出了自豪感。喜乐乐，今天早上干了什么坏事了？你告诉妈妈。今天不拆了。哎，小脚脚，哎呀，这个那呀，这个那呀。哎呀，今天不拆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今天还是喜拆家吗？你看看你屋里还有啥？你还想拆啥吗？这个床你要不要也一起拆了？你听，把家拆得稀碎还说可爱，真是把孩子惯得没边了。在端午节的时候，奶爸奶妈把格格屋里的小木船装扮成龙舟的模样，还专门摆了2根竹竿当作桨。当时大家还很好奇为啥二姑奶奶没有，其实她也有的，只是她的小木舟命运比较悲惨，刚上新没多久就被她半夜摸黑给啃了。于是小木船族，而且现在打眼望去，在二姑奶奶的院子里竟没有一个塑料玩具，这可不是元芳苛待她，而是她真会啃着吃呀。曾经她院子里也有很多，什么红色的小船、蓝色的凳子、绿色的小马，还有这个因为不听话而被二姑奶奶教训的粉色陀螺。二姑奶奶酷爱拆家，这些塑料玩具的寿命都不长，直到有一天绿色的小马被二姑奶奶掏缸了。奶爸奶妈在拼凑残渣的时候发现缺了一块，而且找遍了院子都找不到，于是他们便把喜乐的青团一块一块徒手掰开找，最后在一坨青团里找到了。奶爸奶妈想想觉得后怕，于是便不再采购也不再接受粉丝赠送的塑料玩具了。现在喜乐的院子里更多的是这种纯天然的编织玩具，估计是天津盛产葫芦，随处可见奶爸给喜乐做的葫芦丰容。二姑奶奶不是徒手掰，就是用嘴啃，这一年到头毁的葫芦不计其数，院子里的小树大树也难逃二姑奶奶的魔爪。但要说得罪喜乐最多的还是这把小主意，不是把二姑奶奶摔得熊仰马翻，就是砸二姑奶奶的脑袋，咱就说把她扔沟里真是不亏啊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她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
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七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一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一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一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一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诚实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诚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雅韵伺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雅韵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诚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诚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小五，就没有一位姨姨能帮我报警吗？嗨，算了，这班不上也罢，干脆躺平算了。前有大飞机被抬走，小五扶树嚎啕大哭，经由敞篷汽车拖去维修，小五继续嚎啕大哭。前几天坐在车里有多嘚瑟，现在哭的就有多痛。估计小五心里有一种当了10天半的长安大柿子，一觉睡醒又被贬回平民的感觉。小五每天都在卖力整活，努力挣来的家当却都不翼而飞了。小五躺在木架上翻来覆去，实在想不通，内心 OS： 难道我莽小五的熊生只能在得到又不断失去中度过吗？现在就算莽妞妞突然消失了，我都不稀奇。小时候爬树困难户的莽小五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命中情树，并且成功登顶，结果第2天小树就被墩墩奶爸砍了。后来粉丝一送了他一辆大飞机，小五和莽妞妞都很喜欢，母子俩每天都在为争夺机长之位大打出手。但好景不长，因为天气逐渐变热，元芳害怕他们娘俩会中暑，就给抬走了。第2天发现大飞机不见的小五伤心欲绝，幸好当时有满院子的草飞为伴，但后来因为元芳考虑草太高有安全隐患，害怕有游客丢下的东西不能及时发现被小五误食，所以小五一觉醒来草飞又不见了。看到院子里光秃秃的小五，趴在充电桩上 emo 了好久。后来金主爸爸给小五送了一辆大跑车，母子俩都挺喜欢，整天上演夺车大战，而且短短几天小五就会单手开跑车了。看着这嘚瑟劲儿，妥妥的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。然而因为跑车需要维修，小五一觉睡醒跑车又不见了，老是这么弄，吓得孩子晚上不敢睡觉了，怎么办？跑车被拖走后，莽妞妞和莽小五互相责怪，小五认为是妈妈偷偷把跑车藏起来想自己玩，而莽妞妞认为是儿子不争气，还没玩几天汽车就被收走了。小五为了报复莽妞妞，还从木架下面偷袭了她。躺在木架的莽小五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一切繁华都如过眼云烟。小五心想，对，没错，以后你们只配看到躺平的我。